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刘备和曹操第一次见面是在联军讨伐董卓期间。历史上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，刘备没能参与讨伐董卓，具体情况我会在视频中说到。那么历史上曹操刘备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很晚呢？恰恰相反，比演义中还要早。上期结尾我们说到，千辛万苦才当上安喜县尉的刘备，在确定自己会被朝廷裁员以后，一怒之下鞭打了不肯见自己的督邮，随后弃官逃亡。那么刘备准备逃到哪里呢？答案是首都洛阳。这属实是反向逃亡了。我觉得吧，刘备毕竟在洛阳附近的沟氏山里跟卢植学习过，同学里应该有住在洛阳的，所以刘备在洛阳应该有老同学。刘备这次去洛阳，估计是去求老同学帮忙，看看能不能再得到一个立功的机会。结果就在洛阳，刘备遇到了那个将要伴随他一生的男人曹操。此时是公元188年，就在这一年，汉灵帝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建立西援军。提到汉灵帝，很多人都觉得这哥们就是个一无是处的昏君。其实呢，你看看东汉皇帝在位时间，汉灵帝在位21年，和汉皇帝并列第3，仅次于开国皇帝刘秀和并没有真正掌权的汉献帝。从这点来看，汉灵帝肯定不是一无是处，至少在掌控权力方面他还是很有一套的。公元188年，眼看国势日渐衰败的汉灵帝坐不住了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其中就包括建立由皇帝直接掌控的西援军，用以加强中央集权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曹操被汉灵帝任命点军都尉，奉命前往沛国征兵。就在曹操做准备期间，刘备来到了洛阳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两人居然碰到了一起。这时候刘备和曹操岁数都不大，刘备27岁，曹操33岁，都是一腔热血，想要建功立业，重振国家，那肯定是相当有共同语言啊。虽说刘备是草根，和曹操在出身上存在较大差距，但曹操对待他觉得有能力的人还是比较不在意出身的。估计就是因为以上原因，刘备很快就和曹操成了朋友，没事一起看看星星，谈谈人生和理想啥的，说不定晚上还一起睡觉呢。之后刘备还和曹操一起前往沛国征兵，没想到啊，到了沛国谯县以后，随行的一批士兵居然集体叛变，想要搞死曹操。可他们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可是自带特技的。汉末三国时期，曹操和刘备可以说是最会逃跑的两个人，没有人可以抓住或者杀死曹操刘备，这属于是自带重开特技了。对于想要成大业的人来说，失败不是问题，死亡才是。结果遭到袭击的曹操虽然受了伤，但还是成功逃到了一个亭长家里。在亭长家里养好伤后，曹操坐着牛车回到谯县，在离谯县数10里的地方遇到了过来寻找他的人，说不定带头的就是刘备呢。此事过后，刘备就离开了曹操。我觉得吧，曹操应该挽留过刘备，想要刘备为自己效力，但刘备拒绝了曹操。刘备是不甘居于人下的，他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。离开曹操后不久，刘备终于得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大将军何进派都尉灌秋义去丹阳招兵，刘备抓住机会加入了灌秋义的军队。军队走到下邳，遇到贼军，刘备奋力作战，又一次立下战功。于是朝廷任命刘备为下密县丞。刘备干了没多久，估计是对待遇不满，又直接撂挑子不干了。这次朝廷知道以后，居然主动任命刘备为高唐县尉。估计朝廷是觉得这个刘备好可怕，能打，敢揍朝廷官员，不满待遇就敢直接撂挑子。像这样有能力又有反抗精神的打工人，实在是惹不起呀，还是给他涨工资吧。这一次刘备终于在高唐县踏实干了下去。不久后，刘备升迁为高唐县令。公元190年，关东联军讨伐董卓之战爆发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刘关张在讨伐董卓期间出尽了风头，温酒斩华雄，三英战吕布都是名场面啊。然而历史上刘备并没能参与讨伐董卓，这时候的刘备只是高唐县的县令，他的上级是青州刺史焦和。焦和倒是一心想要参与讨伐董卓，带着刘备等人一起出发了。然而走到半路就被黄巾军拦住了。这个焦和内政水平怎么样不知道，军事上就是个纯废物，除了逃跑和跳大绳啊，什么都不会。
最后终于搞得全军溃败，刘备当然也跟着溃败了。《三国志》对于刘备这段经历只是简单写了4个字：为贼所迫。很多人不知道这场战役的具体情况，想当然的就觉得刘备怎么连贼军都打不过，真是太废物了。然而了解具体情况就会知道，这场战役的失败纯粹是因为统帅萧何的无能，刘备不过就是一个跟班的，除了跟着一起溃败又能怎么样呢？所以说，想要真正了解刘备这个人物，真的需要仔细阅读各种史料的。越是了解刘备，才能真切地体会到他的不容易。作为草根的刘备，很多失败真的都是无可奈何的。带着残兵逃出青州的刘备长叹了一口气，一切又再次回到了原点。如今的他又成了一个无官无职的流浪者。然而不久后，刘备得知了一个消息，顿时振奋了起来。原来他的老同学公孙瓒正驻扎在庞河，刘备大喜，这下又有地方可以去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刘备投奔公孙瓒后将会遇到谁，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呢？这些就留到下期再说吧。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就给个关注和3连吧，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努力创作的最大动力。那拜拜啦！